第一课，睡前习惯。我试着在晚上11点左右上床睡觉。这是个好习惯，稳定的就寝时间对睡个好觉很重要。是的，我发现坚持日常活动可以帮助我更快的入睡。你在睡觉前做了什么特别的事情来放松吗？我通常读书或听平静的音乐，它可以帮助我放松身心。听起来很可爱。我喜欢在睡觉前洗个热水澡来放松我的肌肉。这是个好主意，洗澡可以非常舒缓。我还会在睡觉前至少1个小时避开屏幕，蓝光会干扰睡眠。我应该试试看。我经常发现自己在睡觉前浏览手机。这是一种常见的习惯，但是减少屏幕时间可以带来很大的不同。我会试一试的，谢谢你的建议。不客气，我希望这些小贴士能帮助你睡个好觉。我很感激。良好的睡眠对于高效的一天至关重要。绝对可以。甜蜜的梦，约翰。谢谢你，安娜，也祝你晚安。第二课，泰式美食佳肴。哦，我喜欢泰国菜。你昨天试过吗？是的，我午餐吃了泰式炒河粉，太好吃了。泰式炒河粉也是我的最爱之一。你试过其他菜吗？我还吃了汤姆百胜汤，味道既鲜艳又辛辣。听起来太神奇了。你觉得太辣了吗？玩得很开心，但我喜欢辛辣的食物，这对我来说是恰到好处的。我很高兴你喜欢它。你有甜点吗？是的，我第一次尝试芒果糯米，这是一种甜味和粘稠的美味组合。芒果糯米饭是经典的泰式甜点。我很高兴你喜欢它。我明白为什么它如此受欢迎。你最近尝试过任何新的泰国菜吗？我最近吃了绿咖喱，太棒了，味道既丰富又芬芳。绿咖喱在我的尝试清单上，我听说过关于它的好消息。你一定要试一试，我想你会喜欢的。我会的，谢谢你的推荐，约翰。不客气，安娜。泰国菜永远是一种享受。绝对可以。让我们很快再回到这里尝试更多的菜肴。这听起来像是一个计划，我很期待。我也是，约翰。这将是一次烹饪冒险。确实，安娜。在此之前，让我们一起品尝昨天泰式盛宴的回忆。第三课，分析产品销售。我注意到产品销量有所下降，我们需要分析原因。这很令人担忧。
让我们收集数据来了解发生了什么。同意，我们应该检查每个产品类别的销售数字。我们还可以查看客户反馈以确定任何问题。好主意，我们需要了解是否存在任何质量或价格问题。评估市场趋势也很重要，我们的竞争对手是否提供更好的选择？绝对可以，我们应该进行竞争分析以保持领先地位。我们还应该审查我们的营销策略，我们是否有效地吸引了目标受众？这是一个关键点，我们的营销活动可能需要调整。此外，我们应该评估我们的分销渠道是否存在瓶颈或效率低下。分配可能是一个促成因素，我们需要确保顺畅的物流。我们也应该让销售团队参与进来，他们从与客户的互动中获得了宝贵的见解。你说的对，销售团队的意见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客户需求。获得所有数据后，我们就可以对其进行分析并确定模式或相关性。该分析将帮助我们查明销售下降的根本原因。然后，我们可以制定一项行动计划来解决问题并促进销售。没错，我们需要积极寻找解决方案。同意，让我们安排一次与团队的会议，以启动分析过程。这是不错的下一步。协作是寻找有效解决方案的关键。我相信，通过全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扭转局面。我也这么认为。让我们开始工作，想办法改善我们的产品销售。我们已经准备好迎接挑战了，约翰。团结起来，我们可以有所作为。确实，安娜，让我们分析和制定成功之路。第4课，培养令人难忘的角色。在制作故事时，角色是关键。我的上一个项目中有4个主角。角色将故事变为现实，告诉我更多关于他们的信息。第一个角色是一个勇敢而富有冒险精神的年轻女孩，名叫莉莉。听起来像是一个强有力的主角。其他角色是谁？有一位名叫梅林的聪明老巫师带领莉莉踏上了旅程。导师人物为故事增添了深度。你的演员阵容里还有谁？莉莉的忠实而调皮的同伴是一只名叫芬恩的会说话的狐狸。动物角色可以提供独特的视角。谁是最后一个角色？主要对手是一位名叫摩根娜的狡猾而渴望权力的女巫。恶棍增加了冲突和紧张局势。这些角色是如何互动的？莉莉和芬恩在共同面对挑战时建立了牢固的纽带。友谊和团队合作是重要的主题。那梅林和摩根娜呢？
梅林是莉莉的导师，指导她走向命运。摩根娜不断试图阻碍他们的进步。一场经典的善与恶之战，有角色情节或发育吗？莉莉最初是一个胆小的女孩，但最后成长为一个勇敢的英雄。角色成长令人信服，你的读者与他们有联系吗？是的，许多读者对莉莉的旅程表示同情，并发现角色令人难忘。这是精心制作的角色的标志。你的下一个写作项目是什么？我正在写一部神秘小说，里面有一个有着复杂过去的侦探角色。耐人寻味，有深度的角色使奥秘更具吸引力。请随时向我通报您的进度。我会的，安娜。角色真正让故事生动起来。他们确实如此，约翰。祝您写作愉快，愿您的角色继续吸引读者。谢谢你，安娜。这是为了在我们的故事中创造令人难忘的角色。第5课，自制面团。你怎么做面团？难吗？不，这实际上很简单。你只需要一些简单的食材。我需要什么食材来制作自制面团？你需要面粉、水、酵母、盐和少许糖。我需要任何特殊设备或工具吗？搅拌碗、量杯和木勺应该可以解决问题。如何开始制作面团的过程？首先，将酵母和糖与温水混合，静置几分钟，直到变成泡沫。酵母和糖混合物的目的是什么？酵母帮助面团膨胀，糖为酵母提供食物，帮助其生长。酵母混合物准备好后，下一步该怎么做？在用木勺搅拌的同时，逐渐向混合物中加入面粉和盐。我应该加多少面粉？从1杯面粉开始，继续添加更多面粉，直到面团形成一个柔软、略带粘性的球。我应该揉面团吗？是的，将面团放在撒了少许面粉的表面上，揉捏大约5至10分钟，直到面团变得光滑有弹性。我需要让面团膨胀吗？是的，将面团放入涂有油脂的碗中，用干净的厨房毛巾盖住，然后将其在温暖的地方放置大约1个小时或直到其大小增加1倍。最后一步是什么？向下打面团以释放任何气泡，然后就可以成型或在食谱中使用了。谢谢你的指示，安娜。我等不及要尝试在家做面团了。不客气，约翰。自制面团用途广泛且美味，玩得开心，试一试吧。我会的，安娜。我很感激你的指导。让我们把手伸到厨房里去。第6课，在日常生活中优先考虑健康。例行公事，是吗？是的，我有。我意识到我需要将自己的健康作为优先事项。太棒了，约翰。
照顾好自己是必不可少的。你在做什么改变？我将从晨间锻炼开始，让我的身体活跃起来，充满活力。锻炼是开启新一天的绝佳方式。还有什么？我正在将更健康的食物选择纳入我的膳食中，比如更多的水果和蔬菜。均衡的饮食可以为您的身心提供能量。还有其他调整吗？我还会留出时间来放松和管理压力，比如练习正念。照顾好自己的心理健康同样重要。到目前为止进展如何？这很有挑战性，但很有收获。我整天都感到精力充沛，更加专注。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你遇到过任何障碍吗？有时候恢复旧习惯很诱人，但我会提醒自己的目标并保持承诺。保持决心，约翰。您正在为自己的长期福祉做出积极的改变。谢谢你，安娜，你的支持意义重大。有保持动力的小贴士吗？找出你喜欢的活动，让它们成为你日常活动的一部分。与支持自己的人在一起。我会记住的。创造可持续和愉快的生活方式很重要。绝对可以。请记住，小步骤可以带来持久的效果。你走在正确的轨道上。我很感激你的鼓励，安娜。这是为了一个更健康、更幸福的未来。干杯，约翰！我相信你会实现你的健康目标。继续努力。我会的，安娜。让我们互相激励，将我们的福祉放在首位。第7课：探索巴黎以外的地方。你去过巴黎以外的一日游吗？是的，我去凡尔赛宫一日游，太棒了。你最喜欢凡尔赛宫的什么？宫殿的宏伟及其迷人的花园让我感到敬畏。从巴黎去凡尔赛很容易吗？是的，我坐了很短的火车，非常方便。你是在导游的带领下游览，还是自己探索？我选择了在导游的带领下参观宫殿，来了解宫殿的历史和意义。这次旅行中有没有什么亮点让你印象深刻？静听令人叹为观止，这些反射和错综复杂的细节令人着迷。这听起来不可思议。你也有时间探索花园吗？是的，花园很大，风景优美，这是逃离繁华城市的宁静之所。你还参观过其他景点或地标吗？我还参观了特里亚农宫殿，这些宫殿虽然较小，但同样迷人。这听起来像是一次充实的一日游。你会推荐给其他人吗？当然，凡尔赛宫因其历史和建筑意义而成为必游之地。对于计划去凡尔赛一日游的人有什么建议吗？
尽早到达，避开人群，穿上舒适的鞋子在花园里散步。感谢你分享你的经验，安娜。这让我也想计划一次去凡尔赛宫的旅行。不客气，约翰，绝对值得一游。我希望你有机会尽快离开。我一定要把它添加到我的旅行愿望清单中，让我们继续一起探索新的目的地。第8课，探索城里的新咖啡馆。嘿，你试过城里那家新咖啡馆吗？是的，我做到了。它叫做 A Savor Delights， 太棒了。你最喜欢这家咖啡馆的什么？舒适的氛围和他们提供的美味糕点是一流的。他们的菜单上有特别的菜吗？他们的牛角面包和特色咖啡绝对是绝品。这听起来很诱人。你试过其他物品吗？是的，我还有他们的乳蛋饼，令人垂涎三尺。你去的时候咖啡馆人满为患吗？当时很忙，但是服务还是很棒的。他们有什么独特的特征或装饰吗？咖啡馆以迷人的复古为主题，墙上挂着精美的艺术品。他们是否提供任何无麸质或纯素食选择？是的，他们有多种选择来满足不同的饮食需求。你会如何评价你在咖啡馆的整体体验？我会给他稳健的10分，满分10分。我等不及要回去了。对于计划参观 A Savor Delights 的人有什么建议吗？尽早到达那里以获得一张桌子，尤其是在高峰时段。谢谢你的推荐，安娜。我一定会尽快检查的。不客气，约翰。我相信你会喜欢的。让我们一起计划一次参观。这听起来像是一个计划。探索新咖啡馆永远是一种愉快的体验。我完全同意，约翰。这是为了在我们镇上发现更多隐藏的宝石。为此干杯，安娜！让我们继续我们的烹饪之旅。第9课，照顾室内植物。嘿，你有没有想过照顾室内植物？是的，我有。它们可以为任何空间带来生命和新鲜感。你会为初学者推荐什么特定的植物吗？蜘蛛植物、potholes 和蛇类植物是不错的选择。它们维护成本低且具有弹性。室内植物通常需要多久浇一次水？这取决于植物及其环境，但大多数室内植物更喜欢每周适度浇水一次。那阳光呢？它们需要阳光直射吗？有些植物在阳光直射下茁壮成长，而另一些植物则喜欢间接或弱光条件。最好研究每种植物的需求。保养室内植物时有哪些常见的错误需要避免吗？过度浇水和没有提供足够的排水是常见的错误。找到正确的平衡点很重要。
室内植物需要特殊肥料或植物性食物吗？在生长季节，室内植物偶尔会受益于施肥，寻找均衡的水溶性肥料。除了美观之外，种植室内植物还有其他好处吗？绝对可以。室内植物可以改善空气质量，减轻压力，提高情绪和生产力。有哪些迹象表明植物需要注意或护理？树叶变黄、枯萎或过度干燥可能表明浇水或照明出现问题。对于刚接触室内植物的人，你有什么建议吗？从易于护理的植物开始，观察它们的需求，然后逐步扩大您的收藏范围。耐心是关键。谢谢你的建议，安娜。我很高兴能在我的家里引入一些绿色植物。不客气，约翰。室内植物可以奖励同伴，享受您的新工厂之旅。我会的，安娜。让我们在自己的生活空间中欣赏大自然的美丽。第10课，寻找负担得起的选择。你有什么技巧可以找到负担得起的选择吗？绝对可以。一个技巧是在购买之前在线比较价格。您是否推荐任何特定的网站或平台进行比较购物？亚马逊、eBay 等网站以及谷歌购物等价格比较引擎可以帮助您找到最优惠的价格。那么在当地购物呢？在商店中寻找负担得起的选择有什么小贴士吗？留意促销和清仓区，并考虑在非高峰季节购物，以获得更优惠的价格。有没有可以帮助省钱的应用程序或优惠券网站？是的，像 Honey、Rakuten 这样的应用程序和像 RetailMeNot 这样的优惠券网站提供各种产品的折扣和优惠。在杂货方面，有什么省钱的策略吗？计划膳食，列出购物清单和使用优惠券可以帮助您节省杂货费用。除了名牌产品外，还有其他经济实惠的替代品吗？是的，商店品牌或通用版本的产品通常以较低的成本提供类似的质量。那衣服呢？有任何寻找负担得起的服装选择的小贴士吗？旧货店、寄售商店和像 Poshmark 这样的在线市场可以提供超值的服装优惠。如何在娱乐和休闲活动上省钱？寻找免费的社区活动，探索当地公园，并考虑订阅流媒体服务，而不是昂贵的有线电视套餐。还有其他省钱的一般技巧吗？设定预算，跟踪开支，将需求置于需求之上。如何抵制冲动购买并坚持预算？在购买之前给自己一个冷静期，问问自己这是必要的还是冲动的购买。感谢您分享这些宝贵的技巧，安娜，我一定会记住它们。不客气，约翰。存钱可能是一种有益的习惯，
享受寻找负担得起的选择所带来的好处。我会的，安娜。让我们做出明智的财务选择，让我们的钱走得更远。第11课，注意指令和规则。这很方便。有什么我应该注意的说明或规则吗？是的，在健身房有一些重要的指导方针需要遵守。你能给我概述一下健身房的礼节吗？当然，设备使用后要擦拭干净，尊重他人的个人空间，避免大声或破坏性行为。有特定的着装要求吗？大多数体育馆都有着装要求政策，确保穿着合适的健身服装和干净无痕的鞋子。使用健身器材怎么样？有什么要记住的协议吗？务必将设备调整到正确的设置，并注意其他等待使用机器的人。我应该注意任何时间限制或高峰时段吗？有些体育馆在高峰时段更拥挤，相应地计划锻炼会很有帮助。使用更衣室和淋浴怎么样？尊重他人的隐私，保持区域清洁，不要让个人物品无人看管。我可以在健身房参加任何课程或项目吗？许多体育馆提供各种课程和项目，例如瑜伽、旋转或力量训练。查看时间表以了解选项。课程或私人训练课程是否有额外费用？某些课程或个人训练课程可能会收取额外费用，详情请咨询健身房前台。我可以带房客或朋友一起去健身房吗？有些健身房允许客人进入，但他们可能有特定的政策和访客入场费。事先向健身房查询。是否有任何安全措施或紧急协议？体育馆通常有安全措施，例如急救包和紧急出口。熟悉他们的位置。我怎样才能在健身房获得帮助或提问？健身房工作人员或教练会为您提供帮助，不要犹豫，向他们提出任何问题或寻求指导。感谢你解释所有这些重要的细节，安娜。我一定要遵循指导方针。不客气，约翰。享受锻炼的乐趣，充分利用您在健身房的时间。我会的，安娜。让我们优先考虑安全、尊重和积极的健身体验。第12课，从头开始做意大利面。从头开始吃意大利面，哇，那一定是一次不错的经历。确实如此，从头开始制作意大利面是一个有意义和有趣的过程。我们需要什么食材来制作自制意大利面？你需要多用途的面粉、鸡蛋、盐和少许橄榄油。我们如何开始面食制作过程？首先在面粉的中心打一口井，然后将鸡蛋打碎进去。破解鸡蛋后下一步该怎么做？
逐渐将面粉加入鸡蛋中，直到形成面团。我们应该把面团揉多久？将面团揉约5至7分钟，直到面团变得光滑有弹性。面团准备好后，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让面团盖上盖子静置大约30分钟，以放松面筋。休息后我们该如何塑造意大利面？你可以使用意大利面机将面团铺开，然后将其切成所需的形状，例如意大利面条或意大利细面条。如果我们没有意大利面机怎么办？不用担心，你可以用手将面团摊开，然后用锋利的刀将其切成条状。我们应该煮多久新鲜的意大利面？新鲜的意大利面比干意大利面煮得快得多，在沸腾的盐水中通常需要大约2至4分钟。有哪些酱汁可以搭配自制意大利面？你可以尝试经典的番茄酱、奶油阿尔弗雷多酱或简单的大蒜和橄榄油酱。我们可以存放自制的意大利面以备后用吗？是的，你可以在晾衣架上晾干意大利面，也可以将其冷冻以备将来用餐。烹饪冷冻自制意大利面的最佳方法是什么？将冷冻的意大利面直接在沸水中再煮几分钟。感谢你分享这个过程，安娜。我等不及要在家做新鲜的意大利面了。不客气，约翰。享受自制意大利面的满足感，值得付出努力。我会的，安娜。让我们拥抱烹饪的乐趣，品尝美味的自制饭菜。第13课，计划历史之旅。我等不及要沉浸在历史中了。我们一定要计划一次旅行。这听起来是个好主意。您对哪些历史景点感兴趣？我一直想参观罗马，探索古罗马遗址。罗马是个不错的选择，斗兽场和古罗马广场是必去的景点。你推荐欧洲还有其他历史名胜吗？希腊的雅典是另一个迷人的目的地，拥有雅典卫城等令人难以置信的历史遗迹。欧洲以外的历史景点呢？埃及历史悠久，吉萨金字塔和帝王谷是值得探索的标志性景点。这听起来很有趣。在我们自己的国家内进行历史旅行怎么样？华盛顿特区是历史宝库，拥有国家广场和史密森尼博物馆等地标。我们应该考虑导游还是自己探索？这取决于目的地和您的偏好。导游可以提供深入的知识，但我们自己探索可以提供灵活性。我们怎样才能充分利用我们的历史之旅？事先研究每个遗址的历史意义，并考虑聘请当地导游以获得更深入的见解。一年中有什么特别的时间最适合历史旅行吗？
避开旅游旺季以获得更舒适的体验是理想的选择。检查平季或非高峰期。我们应该为历史之旅打包什么？适合散步的舒适鞋子，轻便的衣服，别忘了带上相机来捕捉回忆。我们应该注意哪些文化习俗或礼节？研究当地习俗，遵循任何特定的规则或准则，表现出对历史遗迹的尊重。我们如何才能让我们的历史之旅更具教育意义和吸引力？参观博物馆，观看历史重演，并参与遗址提供的互动体验。感谢你提供所有这些宝贵的见解，安娜。我很高兴能计划我们的历史冒险。不客气，约翰。让我们踏上穿越时空的旅程，揭开历史的奇迹。我同意，安娜。这里是为了丰富体验和探索过去的快感。第14课：探索电动汽车。电动汽车的范围似乎令人印象深刻。与传统汽车相比，它们相当实惠吗？是的，近年来，电动汽车变得越来越实惠，尤其是在政府的激励措施和税收抵免下。电动汽车通常一次充电能行驶多远？续航里程因车型而异，但是许多电动汽车充满电后可以行驶超过200英里。有足够的充电站可供长途旅行吗？充电基础设施正在迅速扩展，现在主要高速公路沿线和城市地区有许多充电站。为电动汽车充电需要多长时间？充电时间因充电器类型而异，快速充电器可以在大约30分钟到1个小时内提供80%的电量。有不同类型的充电器可用吗？是的，有1级充电器使用标准家用插座，有2级充电器用于家庭安装，还有供公共使用的快速直流充电器。电动汽车可以在家里充电吗？绝对可以。大多数电动车车主使用2级充电器在家中为车辆充电，这需要专业安装。电动汽车和传统汽车之间有维护区别吗？电动汽车的活动部件较少，因此与传统的内燃机汽车相比，它们通常需要更少的维护。与汽油相比，电力成本呢？电动汽车的燃料通常比汽油汽车便宜，因为电力成本通常低于汽油价格。政府是否有购买电动汽车的激励措施？是的，许多政府提供税收抵免、退税和折扣注册费等激励措施，以鼓励采用电动汽车。电动汽车对环境的影响怎么样？电动汽车的排气管排放量为0，这有助于减少空气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电动汽车能像传统汽车一样强大吗？
电动汽车可以提供令人印象深刻的加速和性能，电动机可以及时传递扭矩。有不同类型的电动汽车可用吗？是的，你可以找到全电动汽车、结合电动和汽油动力的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以及增程式电动汽车。电动汽车电池的使用寿命是多少？电动汽车电池的使用寿命各不相同，但大多数制造商提供的保修涵盖一定年数或英里内的老化。拥有电动汽车有什么缺点吗？与传统汽车相比，某些地区的充电基础设施有限以及较高的前期成本是需要考虑的因素。谢谢你提供的所有信息，安娜。电动汽车无疑是一个可行的选择。不客气，约翰。电动汽车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它们为环境和您的钱包带来了许多好处。我同意，安娜。让我们探索电动汽车的世界，做出明智的决定。第15课：旅行和 ATM 安全。我正在计划出国旅行，在其他国家使用自动柜员机安全吗？使用自动柜员机通常是安全的，但重要的是要采取一些预防措施来保护您的财务信息。旅行时安全使用自动柜员机有哪些小贴士？将您的旅行计划告知您的银行，这样他们就不会在您出国时将您的交易标记为可疑。我应该使用银行内部还是公共场所的自动柜员机？通常使用位于银行内部的自动柜员机更安全，因为它们受到监控且不太可能被篡改。我应该注意任何篡改迹象吗？是的，检查读卡器或键盘上是否有任何松动或不寻常的附件，并在输入 PIN 时遮住手。在拥挤的区域使用自动取款机怎么样？在拥挤的地方使用自动柜员机时要谨慎，因为有人试图窃取您的信息的风险可能更高。我应该避免在晚上使用自动柜员机吗？如果可能的话，最好在白天使用自动柜员机，那时周围的人更多，能见度也更高。除了在旅行时使用自动柜员机存钱，还有其他选择吗？考虑混合携带现金和使用预付旅行卡，这可能是管理开支的更安全选择。如果我的卡卡在自动柜员机里，我该怎么办？不要让自动柜员机无人看管，立即联系您的银行并告知他们情况。我应该在旅行时记录我的自动柜员机交易吗？是的，最好跟踪您的自动柜员机提款并监控您的账户中是否有任何未经授权的交易。在自动柜员机上访问我的银行账户时，是否建议使用公共 WiFi？最好避免使用公共 WiFi 进行敏感交易，坚持使用安全的网络或使用您的移动数据。我可以在旅行时使用借记卡购物吗？是的，您可以使用借记卡购物，但要谨慎行事，只能在信誉良好的机构使用。
如果我的借记卡在旅行时丢失或被盗怎么办？立即联系您的银行报告丢失或被盗，他们可以帮助您封锁该卡并发放替换卡。谢谢你的宝贵建议，安娜。我一定要在旅途中记住这些小贴士。不客气，约翰。保持警惕，安心享受旅行。我会的，安娜。在这里，您可以安全无忧的环游世界。第16课，探索旅行目的地。旅行目的地的多样性总是让我感到惊讶。你通常如何找到他们的信息，安娜？有几种方法可以研究旅行目的地。我经常结合使用在线资源、指南和朋友的推荐。你觉得哪些在线资源最有用？我依靠 TripAdvisor 和 Lonely Planet 等旅游网站来获取有关景点和住宿的评论、推荐和信息。这些网站上有什么对你有用的特定功能吗？是的，我发现用户生成的评论和评分对于了解目的地的期望特别有价值。社交媒体平台怎么样？你会用它们作为旅行灵感吗？绝对可以。Instagram 和 Pinterest 等社交媒体平台非常适合寻找精美的照片，并从其他旅行者的经历中获得灵感。那旅游博客呢？你觉得它们有用吗？是的，旅游博客可以提供有关各个目的地的深入信息、个人经历和实用提示，我觉得这很有帮助。你有最喜欢的旅游博主或网站吗？我有几位最喜欢的旅行博主，他们的写作风格和建议引起了我的共鸣。找到与您的偏好相符的来源总是件好事。指南怎么样？在数字时代，你还在使用它们吗？指南仍然很有用，特别是如果你更喜欢使用包含地图、当地见解和建议行程的有形资源。您是否推荐任何特定的指南出版商？孤独星球、Rough Guides 和 Fodors 是知名的出版商，为不同的目的地提供全面而可靠的指南。在选择旅行目的地时，你会考虑朋友和家人的推荐吗？绝对可以。个人推荐可能非常宝贵，因为您可以从您信任的具有亲身经历的人那里获得见解。你还有其他来源的旅行信息吗？旅行论坛和在线社区可以让其他旅行者分享他们的经历并回答问题，也可以成为很好的信息来源。旅行社怎么样？你有没有向他们咨询过目的地建议？虽然我主要是独立计划行程，但旅行社可以提供帮助，尤其是在你寻求专业建议或规划复杂行程时。对于刚开始研究旅行目的地的人，你有什么建议吗？
从在线探索不同的目的地、阅读旅行博客和收集灵感开始，然后根据您的兴趣和偏好缩小范围。感谢你分享你的旅行研究方法，安娜。我很高兴能开始计划我的下一次冒险。不客气，约翰。享受探索新目的地和创造难忘回忆的旅程。我会的，安娜。这里有探索的乐趣和探索新视野的快感。第17课，用于水彩画的合成画笔。我听说合成画笔价格合理，很适合制作水彩画。它们适用于水彩画和其他媒介吗？是的，合成画笔用途广泛，可用于各种媒介，包括水彩画、丙烯酸树脂和水粉画。合成画笔和水彩画的天然发刷一样好吗？虽然天然发刷有其独特的品质，但合成刷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可以为水彩画提供出色的效果。是什么让合成画笔成为水彩画的好选择？合成画笔以其良好的保水和颜料能力而闻名，可以在水彩画中实现流畅和可控的笔触。水彩画有不同类型的合成画笔吗？是的，有各种形状和大小可供选择，例如圆形、扁平和 filbert 画笔，每种画笔都适用于不同的技巧和效果。合成刷在耐用性方面相比如何？合成刷子能模仿天然发刷的柔软度吗？虽然合成刷可能不像天然毛刷那样柔软，但一些高质量的合成刷在性能方面可以接近。合成刷需要特别保养或清洁吗？合成刷子比天然发刷更容易清洁，每次使用后只需用水和温和的肥皂彻底冲洗即可。你能推荐任何特定品牌或系列的水彩画笔吗？一些受欢迎的合成水彩画笔品牌包括普林斯顿、Escoda Versatile 和达芬奇 Cosmo Top Spin。合成画笔有任何经济实惠的选择吗？是的，有各种品牌的实惠合成画笔套装可供选择，让预算有限的艺术家可以买到。初学者可以使用合成画笔画水彩画吗？绝对可以。合成刷子是初学者的绝佳选择，因为它们具有良好的性能，而不会像天然发刷那样昂贵。使用合成画笔制作水彩画有什么限制吗？合成画笔的保水量可能不如天然发刷那么多，这会影响某些技巧，例如湿对湿的绘画。但是，它们仍然适用于大多数水彩画技巧。艺术家能否用合成画笔画出精美的细节？是的，合成画笔可用于绘制水彩画中的精细细节。寻找尖头的画笔或尝试使用眼线刷。
感谢你分享你对水彩画用合成画笔的知识，安娜。我很高兴能在我的下一幅画中尝试它们。不客气，约翰。尽情探索合成画笔的多功能性，享受水彩创作的乐趣。我会的，安娜。这里有绘画的乐趣和艺术表现的无限可能性。第18课，分享爱好和兴趣。我一直想问一下，安娜，你的爱好和兴趣是什么？我喜欢各种各样的爱好。我喜欢绘画、阅读、园艺和探索新的徒步路线。这听起来很棒。我也有一些共同的兴趣。顺便问一下，你还有没有提到的其他爱好吗？是的，我也喜欢做饭和尝试新食谱。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创意出路，我觉得很放松。烹饪是一种很棒的爱好。你最喜欢烹饪哪种美食？我特别喜欢地中海美食。在厨房里，新鲜食材和鲜艳的口味总能激发我的灵感。很高兴听到，我也是地中海美食的粉丝。你有自己喜欢做的一道菜吗？我最喜欢的之一是自制的意大利面，里面有简单的番茄酱和新鲜的罗勒。这是一部永不满足的经典之作。自制意大利面听起来很好吃，有时候我得试着做。你还有其他爱好或兴趣想分享吗？我对摄影也有浓厚的兴趣。我喜欢捕捉瞬间，通过镜头探索不同的视角。摄影是表达创造力和捕捉回忆的绝佳方式。你有最喜欢的拍摄对象吗？自然和风景是我最喜欢的题材。世界上有很多美丽，我喜欢通过摄影来捕捉它。自然摄影可以真正令人着迷。你有没有展出过你的照片或考虑过在网上分享它们？我还没有展出我的作品，但我确实在 Instagram 等社交媒体平台上分享了一些我最喜欢的照片。太棒了！我一定要在 Instagram 上看看你的照片。你还有其他爱好或兴趣想提吗？我也喜欢瑜伽和正念练习，它们帮助我在日常生活中找到平衡、放松和内心的平静。瑜伽和正念是身体和心灵的绝佳练习。你有最喜欢的瑜伽姿势或正念技巧吗？我发现山地姿势和爱心冥想特别有益，它们帮助我感到扎实并培养同情心。这些都是不错的选择。我必须将它们纳入自己的日常工作中。谢谢你分享你的爱好和兴趣，安娜。不客气，约翰。通过共同的激情建立联系总是件好事。我也期待着更多的了解你的爱好。同样，安娜，这是追求我们的兴趣并在爱好中找到满足感的乐趣。第19课，探索自然。我等不及要探索大自然了。
清新的空气、美丽的风景和冒险精神让我兴奋不已。我也是，生活在大自然中可以恢复活力，它使我们能够摆脱生活的忙碌，欣赏周围的奇迹。绝对可以。我期待着徒步穿越小径，发现隐藏的宝石，让自己沉浸在荒野的宁静中。这将是一次很棒的体验。我已经可以想象到壮丽的景色和鸟在树上鸣叫的声音。大自然有办法提醒我们它的美丽，提醒我们放慢脚步，欣赏简单的快乐。我很感激有这个机会。大自然有办法为我们奠定基础，让事物透视事物。我很感激能与你分享这段经历，约翰。同样，安娜，我们将尽情探索、拍照，一起创造持久的回忆。我已经收拾好了相机，等不及要捕捉我们户外探险的精髓了。大自然为我们提供了无限的灵感。我很高兴看到你的照片，并通过你的镜头见证大自然的魔力。我们将有一个视觉故事值得珍惜。大自然有很多东西可以提供，雄伟的山脉、宁静的湖泊和充满活力的植物。这是一幅不断变化的美景画布。我同意，我们将亲眼目睹大自然的奇观，这将提醒我们这个星球到底有多不可思议。让我们充分利用我们在大自然中的时光，拥抱它带来的和平，并与周围的元素建立联系。绝对可以。我们将徒步旅行，呼吸新鲜空气，感受皮肤上的阳光。这是一个在大自然的拥抱中恢复活力并找到和谐的机会。大自然有办法培育我们的灵魂和振兴我们的精神。我很感激有机会让自己沉浸在他的怀抱中。我说的再好不过了，让我们踏上这场冒险之旅，向大自然的奇观敞开心胸，创造终生难忘的回忆。第20课，规划徒步旅行。风景秀丽的小径听起来很完美，我很高兴能踏上徒步旅行，这将是与自然联系的好方法。绝对可以。探索风景优美的步道使我们能够目睹户外之美，挑战自我。当然，现在让我们弄清楚如何才能到达这些小径。你对交通有什么建议吗？如果距离合理，我们可以开车到步道起点，否则，我们可能会考虑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与朋友拼车。好主意，驾驶将为我们提供更大的灵活性，特别是当我们想探索多条小径或长时间停留时。另外，拥有自己的车辆可以让我们携带所有必要的装备，例如背包、登山靴和露营装备。确实如此，我们需要确保我们有适合旅行的装备和物资。规划时我们还应该考虑什么？提前研究步道很重要，包括其难度等级、长度以及所需的任何许可证或费用。绝对可以。我们希望选择符合我们的徒步体验和身体能力的路线，安全应始终是重中之重。
此外，我们应该查看天气预报并相应的打包。分层衣服、防晒霜和驱虫剂是必备品。好主意，为各种天气条件做好准备，将确保我们获得舒适愉快的徒步体验。出于安全考虑，我们还应告知某人我们的徒步计划，包括我们将要走的步道和预计的返回时间。好主意，如果发生任何意外情况，必须有人知道我们的下落。最后，别忘了带上充足的水和零食，以便在徒步旅行期间保持水分和精力充沛。绝对可以。水分和营养对于保持我们的能量水平和充分享受步道的乐趣至关重要。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我们将做好充分的准备，踏上徒步探险之旅，充分利用风景优美的步道。我完全同意。让我们规划路线，收集装备，为一次难忘的自然奇观之旅做好准备。第21课，面试后的跟进。面试结束后，发送后续电子邮件很重要，它体现了专业精神和对这个机会的感激之情。绝对可以。发送一封简短而周到的电子邮件，可以给面试官留下积极的印象，并使您受到他们的关注。我们应该在电子邮件中包含什么？有关于如何有效构造它的小贴士吗？首先，对面试表示感谢，并感谢面试官抽出宝贵的时间和精力。这是有道理的。表示赞赏是表彰面试官在整个过程中付出的努力的一种礼貌方式。接下来，简要提及采访中一些令你印象深刻或引起共鸣的具体内容，这表明你很专心。好主意，提及特定的讨论要点，表明你对这个角色的参与和真正的兴趣。然后，重申你对这个职位的热情，对自己为公司或组织做出贡献的能力的信心。传达你对资格的热情和信念至关重要，这有助于增强你对该职位的候选人资格。最后，在电子邮件结尾处表达您对这个机会的持续兴趣，并表示愿意在需要时提供任何其他信息。以积极的语气结尾并敞开大门进行进一步沟通是总结电子邮件的好方法。没错，保持电子邮件简洁、专业且无错误。在发送之前对其进行校对，以确保清晰度和正确性。注重细节至关重要。一封精心设计且无错误的电子邮件对你的沟通技巧产生了积极影响。别忘了用面试官的名字称呼他们，并使用专业的称呼，例如真诚的或最诚挚的问候。在整个电子邮件中使用适当的礼节并保持专业的语气，对于给人留下持久的印象非常重要。查看完所有内容后，点击发送按钮，耐心等待回复。后续行动证明了你的主动性。耐心等待至关重要，让面试官有时间处理信息并做出决定很重要。
请记住，即使你没有找到这份工作，保持积极和专业的态度也可以带来未来的机会。确实如此，在行业中建立人脉和建立积极的关系，可以为新的可能性打开大门。因此，让我们起草后续电子邮件，确保它反映出我们的感激之情、热情和专业精神。同意。通过发送精心设计的电子邮件，我们将给人留下积极的印象，并增加成功的机会。第22课：派对准备和购鞋。对于派对，我们需要确保做好充分的准备。你考虑过要穿什么吗？绝对可以。我已经挑选了一件连衣裙，但我正在寻找新鞋来完善这套衣服。这是个好主意。一双合适的鞋子可以提升你的整体造型。你在找什么样的鞋子？我想的是既优雅又舒适的东西，也许是一双我能在不牺牲舒适度的前提下跳舞的高跟鞋。舒适是关键，特别是如果你要在晚上的大部分时间里站稳脚跟。您是否考虑过寻找带缓冲鞋垫的高跟鞋？是的，当然，缓冲鞋垫将提供额外的舒适感，帮助我尽情享受派对的乐趣，不会感到任何不适。太棒了！那要是和颜色呢？你想要与你的衣服相配的东西，还是引人注目的东西？我想要一些能与我的衣服相得益彰的东西，最好是中性色，比如黑色或裸色。它也将用途广泛，适合将来的活动。中性色是安全的选择，它们往往与不同的服装搭配得很好。你去过任何在线商店或精品店吗？是的，我一直在网上浏览和阅读评论，以找到一家信誉良好的商店，有不错的选择。我想确保我买到优质的鞋子。这是一种明智的方法。阅读评论可以让你了解这双鞋的舒适性和耐用性。到目前为止运气好吗？我找到了几个看起来很有希望的选择。我可能会订购几双试穿，看看哪一双最合适。试一试至关重要，确保鞋子合身并为双脚提供足够的支撑非常重要。绝对可以。不合身的鞋子会导致不适，甚至导致脚部问题。我想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这种情况。一旦你找到了完美的鞋子，别忘了在派对开始前把它们分开，这样它们穿起来会更舒服。好主意，我一定要在家里短时间佩戴它们，以适应它们并防止派对上出现任何意外。这是一种明智的方法。做好准备并感到舒适，总比在活动期间努力购买新鞋要好。当然，我想尽情享受派对的乐趣，不受任何干扰。找到一双合适的鞋子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相信你会找到完美的一对。你的服装将齐全，准备好在派对上度过美好时光。谢谢你的支持，约翰。我很高兴找到理想的鞋子，整晚跳舞。不客气，安娜。我等不及要看到你们打扮的开心。对我们俩来说，这将是一个难忘的夜晚。
第23课，徒步探索，发现隐藏的宝石。我同意，徒步探索可以发现我们开车时可能会错过的隐秘小巷和迷人景点。绝对可以。散步时我们有机会放慢脚步，观察周围的环境，偶然发现独特的地方。令人着迷的是，只要悠闲地漫步我们的社区或新城市，我们就能发现很多东西。我喜欢偶然发现古雅的咖啡馆、当地的精品店或漂亮的公园，否则我不会注意到这些东西。这就像开始一场迷你冒险，每个角落都有可能带来惊喜或隐藏的宝石。而且这不仅仅是目的地的问题，感受景象、声音和氛围，旅程本身变得愉快。确实如此，散步时我们能够沉浸在当地文化中，感受到与这个地方的更紧密联系。另外，这是保持活跃并将运动融入日常生活的好方法，而不会觉得很麻烦。步行是一种低冲击力的运动，有益于我们的身心健康。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而且它也很环保。通过选择徒步探索，我们减少了碳足迹，为更环保的环境做出了贡献。绝对可以，这是朝着可持续生活和更加意识到我们对地球的影响迈出的微小但有意义的一步。我还发现，步行为与当地人和其他行人进行自发互动提供了机会。结识新朋友和参与对话可以为我们的探索增添额外的丰富色彩。而且，我们不要忘记摄影机会。步行时我们能够捕捉独特的时刻和视角。确实如此，无论是令人惊叹的建筑，还是风景如画的街道，每一步都呈现出值得拍照的新场景。那么，我们可以计划一天徒步探索我们的社区，看看我们可以一起发现哪些隐藏的宝藏吗？这听起来是个好主意，让我们留出一天时间漫步，拥抱未知的事物，创造持久的回忆。我等不及要看看还有什么惊喜在等着我们。这是徒步探索和发现隐藏宝石的乐趣。为此干杯，安娜！在我们踏上这场探索和欣赏的冒险之旅时，让我们的双脚成为我们的向导。第24课，未来富有成效的一天。的确，听起来像是富有成效的一天。你呢？你今天有任何具体的任务或目标吗？是的，我有一份我想完成的任务清单。首先，我需要完成一份工作报告并将其发送给我的主管。这很重要。完成报告后，您将有成就感，可以专注于其他任务。没错。之后，我计划整理收件箱并回复所有待处理的电子邮件。是时候清理混乱局面并保持领先地位了。好主意！整洁有序的收件箱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并确保您不会错过任何重要消息。然后，我想花一些时间为即将到来的项目研究和收集信息。这需要充分的准备。
研究对于一个成功执行的项目至关重要。花点时间收集宝贵的见解并做出明智的决定。我还有一个个人目标，就是从我一直想读完的书中至少读一章。这是放松身心并投资个人成长的一种方式。这是个好习惯。阅读可以刺激心灵，扩展知识，让我们的日常生活休息一下。最后，我想挤出一段简短的锻炼时间。照顾我们的身体健康与我们的工作任务同样重要。绝对可以。运动可以提高能量水平，减轻压力，增强整体健康状况。这是一项值得的时间投资。所以，这就是我今天的计划。看起来很多，但是通过适当的时间管理，我相信我能做到。这一切都是为了确定优先顺序并保持专注。将任务分解成可管理的部分，您将取得稳步进展。确实如此。设定切合实际的目标并保持井井有条，将有助于我充分利用自己的一天。那你呢，约翰？有任何具体目标吗？今天，我想完成即将举行的会议的演示文稿，并为客户电话会议准备一些要点。这些听起来像是重要的任务，需要注意细节和有效的沟通。确实。此外，我计划审查和更新我的待办事项清单，确保正在进行的项目步入正轨。维护良好的待办事项清单是保持井井有条和确定任务优先级的宝贵工具，它有助于防止重要的东西漏掉。最后，我想花点时间为我一直在做的创意项目集思广益。这是探索新视角的机会。这听起来令人兴奋。头脑风暴会议可以激发创造力并带来创新的解决方案。我期待着度过充实而富有成效的一天。让我们充分利用我们的时间，实现我们的目标。同意。祝您取得成就和个人成长取得成功的一天。让我们开始执行我们的任务，让它成为现实。当然，安娜，愿我们今天的努力使我们更接近我们的目标，为未来的成就铺平道路。